1938年6月，日本侵略中国，步步进逼，很快的就要进入河南开封。城里的老百姓人心惶惶，逃的逃，躲的躲。惨了惨了，日军就要进城来了。上次日军在南京大屠杀，这次轮到我们了，我们还能往哪里逃呢？这附近有洋人牧师开的书院，那里可能比较安全吧。对，我们快去！不要怕，大家快进来！快开门，不然我们就开枪了！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怎么办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さよなら。日军军官只听了戴永冕的3句滑稽的日语，就笑着转头带着士兵走了。戴永冕以惊人的冷静与幽默，独自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，成功地保护了当地上千名妇女，挽救了他们的性命。1939年7月，中日战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。戴永冕夫妇被迫退到山东烟台，和老父亲以及在烟台驻读的4个儿女团聚。爸妈，我们好想你们哦！现在局势非常危险，为了我们的安全，我想还是先回美国避难吧。船票我已经都买好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到美国找表哥表弟玩了。就在他们即将返国的前几天，戴永冕收到一封陕西寄来的信。亲爱的上帝啊，我已经买好船票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慈爱的上帝啊，您要我留下来，一定有您的意思。我愿意顺服您，留下来与中国人共患难。我明天就去把船票退了。爸爸，我们拿到船票之后，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回美国了呢？不是的，我们现在要去退票。什么？我们要去退票？你不是要带我们回美国避难吗？昨晚我祷告了一整夜，确定上帝要我们留下来，与中国人一起共患难。可是现在这里很危险呢。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我要退票。你真的要退票吗？是的。现在能逃的都逃了，你这样做未免太傻了吧？戴永冕和妻子戴永和在战乱中进入陕西省，一边开办圣经学院，一边救济灾民。他们时常写信给孩子们，知道孩子们都平安，就感到安慰。但若许久没有收到孩子的消息，戴永和就非常担心。今天的报纸，日本轰炸珍珠港，美国宣布参战。主啊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主啊，求你救救他们！永和，你为什么哭呢？你关心神的事，神也必关心你的事。神啊，这样少仁、爱美、爱莲和少曾都由您照顾了，我相信你会保护他们的。在戴永和心中，一股深深的平安取代了悲痛。虽然不知道儿女们是死是活，但他相信全家人一定会再相聚。于是她更专心地与丈夫一起在陕西服务中国人。
戴永冕是戴德生牧师的孙子，戴存仁牧师的儿子，戴绍曾牧师的父亲。1894年出生于苏格兰，8个月大时随父母来到中国。1924年，他与戴永和结婚。1926年，受巡理会差派前往开封服务，担任开封圣经学院院长。1938年6月，日军攻占开封时，戴永冕夫妇因在开封宋门关保护了1000多名妇女，因此受到日军逼迫。于是夫妇2人来到烟台与家人团聚，并买好船票，准备回美国。就在此时，中国大西北的呼声临到，他们决定退去船票，进入更深的内地，与中国百姓共患难。1942年3月，戴家的4个孩子和爷爷戴存仁被关进潍县集中营。1945年8月17日，他们重获自由。9月11日，全家在陕西西北圣经学院团聚，神的信实就在此向他们显明了。